在周四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吴谦介绍，根据中俄双方达成的共识，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于8月上中旬参加在华举行的西部联合2021演习。此次演习地点为何选择在宁夏的陆军青铜峡合同战术训练基地？在深化中俄两国战略关系方面，此次演习有何重要意义？来看报道。吴谦表示，根据演习方案，此次演习地点在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陆军青铜峡合同战术训练基地，课题为联合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中俄双方将成立联合指挥部，中方参演部队以西部战区为主，俄联邦武装力量以东部军区为主。双方共派出兵力1万余人，投入多型飞机、火炮和装甲装备，混合编组、合帐筹划、同台合练，共同检验和提高部队联合侦搜预警、电子信息攻击、联合打击清剿等能力。此次演习旨在巩固发展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和传统友谊，进一步展示双方打击恐怖主义势力、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决心和能力。周三，在塔吉克斯坦杜尚别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防长会议时，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同俄罗斯防长绍伊古举行会谈。观察认为，中俄的最新演习选在西部战区举行，也与阿富汗的局势有关。近期阿富汗的动荡局势使得恐怖活动有转移到中亚地区的可能性。对于中国而言，西部地区的安全也会受到侵扰，保卫地区安全稳定是西部战区的重要职责使命。美国呢，突然仓促撤出了阿富汗，把整个地区局势整个就搞乱了啊，确实有很大的一个动荡的因素。这个实际上是美国是有故意的这种企图啊，战略企图。所以呢，他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啊，已经把这些地区的这个稳定的包袱甩给了周边国家。所以中俄作为负责任的两个大国携起手来啊，稳定这个地区的局势，这个有非常至关重要的战略方面的意义。有分析指出，这次演习创下4个首次。首先，这是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在中国境内举行的联演联训活动。其次，西部联合2021演习的代号此前从未出现过。从1万余人的参演兵力以及参演装备和演练科目来看，可以判断出这是一次由中国军队主导的年度战略演习，意味着中方首次邀请外军入境参加中国年度战略演习。西部联合2021这个代号呢，显然跟这个过往的中俄之间呢进行的联合演习不太一样。那以往这个联合演习呢，是以俄方的这个代号为主啊，是它的这个各个方向各个战区进行了大规模演习的直接这个代号。比如说这个东部2018。或者是那个中部2019啊，当然这次你看它直接就是西部联合2021，这个是一次专门的联合演习啊，所以它代号决定了这个演习它肯定是不同凡响。第三，这是俄罗斯军队首次进入位于宁夏的陆军青铜峡合同战术训练基地参加演习，表明中俄两军之间的信任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第四，据俄新社报道，绍伊古周三同魏凤和会谈时表示，已接受了参加西部联合2021演习的邀请。在新冠疫情尚未平息之际，绍伊古将首次因军演到访中国，表明此次演习的意义非同寻常。像这种战略级别的演习那它是很敏感的嘛，如果没有很强的这种互信，显然是不可能的去进行这样的联演的。所以呢，表明了中俄双方特别是两军之间的这种互信程度，还有呢合作的默契程度。深圳卫视特约评论员石红介绍，自2005年中俄在上合组织框架内举行和平使命2005联合军事演习以来，随着两国关系不断深化，联合军演已成为两军常态化的合作形式，并不断开辟新深度、新广度。我们可以看到呢，中俄在联合演习里边有一个呢是特别重要的，那就是海上联合系列，它是年度性的一种联合的军事演习。像海上联合2012、13一直到17这些，它是每年都在举行，这使得呢中俄海军之间的这种联合能力呢是越来越强，而且它的科目设置的是越来越复杂。2015年8月，中俄两国海军在日本海举行了海上联合2015演习，内容包括实弹射击演练、反潜作战及近距离支援作战演习，规模和实战内容比中前所未有。
充分表明中俄两军面对域外势力对地区安全造成冲击和影响时，保卫国家核心利益、捍卫地区和平的决心。深圳卫视也跟随中方舰艇编队对海上联合2015演习进行了报道。在经过5天的航行之后，中方编队于当地时间8月20号上午9点半左右到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口。我们可以看到中方的舰船已经挂上了中俄两国的国旗，舰员在甲板上进行一个分区列队的这种方式，来以示庄重。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此次中方编队的旗舰沈阳舰正在缓缓地靠港。它是以一种尾部靠港的方式来靠泊码头。此后2年，中俄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内容不断拓展，特别是2017年7月，中国军舰首访波罗的海，令人印象深刻。虽然说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它内容上特别复杂，而且也是非常专业。你比如说，它首次设置了救援坐底潜艇的科目，对于遇险潜艇进行搜救，那这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而且他们在演习科目上也是变得越来越多，像涉及到海上作战所能遇到的各种科目，它都是已经涉及到。仅2个月后，又有4艘中国军舰开赴东太平洋，与俄太平洋舰队在弗拉迪沃斯托克附近海域展开联合军演。演习高频率，演训多内容，显示中俄在各自安全关切问题上已经达成一种相互的默契，在具体安全对策的实施上可以密切配合。